日，日本產經新聞叫囂稱，如果福建艦膽敢阻擋美軍干涉台海之間的戰爭，日本防衛省就會與美軍聯合起來擊沉福建艦。可能在日本媒體眼中，福建艦只不過是一艘普普通通的航母，並沒有強大的作戰能力。他們認為日本自衛隊有能力隨時擊沉福建艦。然而，就在日媒叫囂後不久，解放軍就突然高調公布了福建艦入列後首次實兵訓練畫面。這下不僅日本乖乖閉嘴了，連擁有11個航母戰鬥群的美國也老實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最近，央視突然公開了福建艦入列後的首次海上實兵演練畫面，瞬間引起了全國民眾乃至全球的高度關注。要知道，自從11月5日福建艦正式官宣入列，到這一次公開首次海上實兵演練，期間間隔時間還不到半個月。平心而論，航母入列後開展首次訓練本來沒什麼稀奇的，但這次有點不一樣。要是放到以前，這樣最新的海上訓練畫面根本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對外進行披露。要知道，上次電磁彈射的畫面可是等了整整半年才對外公開。言歸正傳，這次官方鏡頭公布了多型號艦載機的起降畫面，除了服役時展示的殲35、殲15T、空警600直20F 以外，又有2款艦載機出現在了福建艦上。首先就是直9搜救直升機。對於任何航母而言，最先升空的都是搜救直升機，以確保其他艦載機在起降時一旦發生意外，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救援。福建艦服役時，甲板上展示的直升機是直20F 反潛直升機，這也屬於一種高價值機型。造價並不比殲35這樣的隱身艦載機便宜，未來也可能會發展直20的搜救型號，逐步替換掉直9。其次就是殲15DT 電子戰機，秉持着無電戰不升空的原則，這款特種飛機備受矚目。在它服役前，中國航母的電子戰任務主要由岸基平台支援，雖然也有推測直18平台進行改裝，但有關資料較少，多為推測，並且直升機的速度、航程與固定翼飛機差距很大，很難伴隨作戰。直到去年山東艦的遠海訓練，官方才正式公布了殲15的電子戰型號。這款飛機是在雙座型殲15S 上進行了深度改進，移除了原有的30毫米航炮機鼻 IRST， 為安裝大型有源相控陣雷達和其他電子戰設備騰出了空間。同時，在翼間固定安裝圓柱形電子支援偵察吊艙，機身四周增加共形天線與刀形天線，形成360度全向接收能力。除了這些以外，殲15D的背部隆起也更為突出，垂尾也進行了加高，這主要是滿足高功率電子戰設備冷卻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殲15D又分為滑躍型殲15DH 和彈射型殲15DT。其中，滑躍型殲15D由於研發時間較早，沒有對前起落架和前段機身進行加固，所以只能在遼寧艦、山東艦這2型滑躍航母上起飛，無法在福建艦上彈射起飛。而彈射型的殲15DT 則可以進行2種不同方式的起飛。不過，滑躍型殲15系列已經全部停產。早在去年，山東艦訪問香港時，參觀的網友就發現彈射型殲15T與滑躍型殲15處於混編狀態。遼寧艦、山東艦滿編情況下，24架殲15戰機中只編列了4架電子型號，實際生產的滑躍型殲15DH最多也只有這8架，甚至有可能只有試裝的幾架是滑躍型，後續全部改為彈射型。從技術上來說，滑躍型改裝為彈射型並不困難，但除了更換前起落架以外，還要對機身結構進行加強，這就涉及到機身框架和蒙皮的更換，但相應的改裝時間就比較長。最理想的時期就是中期大修時進行，但對備戰打仗的海軍而言，時間就是現在最寶貴的東西。為了確保多艘航母的通用性，目前的方案是在滑躍型航母上採用彈射型、滑躍型艦載機混編的方式。例如，遼寧艦服役也已經有13年，早期的殲15採用的還是機械式掃描雷達，性能已經稍顯落後。後期改裝後，一部分滑躍型殲15已經被更換為彈射型殲15T，而非繼續在滑躍型上進行升級。
被替換下來的華躍型殲15實際上也沒有太大必要升級改造，很可能是移交給了海軍航空大學和艦載機訓練基地，用於艦載機飛行員的培訓。山東艦則極有可能在滿編前就已經用上了彈射型殲 15T。這兩艘華躍航母將來肯定還是要上第5代隱身艦載機殲35，屆時還要替換下一部分華躍型號，採用這種動態調整的方式，實現所有艦載機的通用性，也只是時間問題。以航空工業的生產速度，為2艘華躍航母準備全套的艦載機，可能也要不了2年時間。對了，鑑於福建艦出港時還曾被衛星拍下與山東艦同步出港的畫面，小編有理由認為福建艦本次訓練期間，中國海軍雙航母進行了艦載機跨甲板降落。當然，這一幕對日本而言顯然算不上好消息。就在日本政客拋出涉台挑釁言論後不久，福建艦便迅速展開實兵演練。這般入列即訓練的節奏，難免讓人將它與維護地區和平穩定、震懾挑釁勢力的意圖關聯起來。但小編要說明的是，剛服役就開展高強度訓練，並非反常操作，本質是各國航母服役流程的選擇不同。美英航母多採用先服役後補訓的模式，完成艦體海試後就移交海軍、艦載機起降等核心訓練放在服役後推進，而蘇聯、法國及中國海軍則傾向先訓後服。在正式入列前就完成大量艦載機起降、系統聯調等關鍵科目，確保入列後能快速形成初始戰力。正因如此，福建艦入列不到半個月就開展實兵演練，看似進度神速，實則是前期充分準備的必然結果。與其說這是剛服役就搞特殊訓練，不如說中國海軍入列即戰力的標準更嚴，等於是把補票的功夫全做在了上車前。如今剛官宣入列就展現出初步作戰能力，對那些心存僥幸的挑釁勢力而言，無疑是最直接的實力警示。你可能不知道，在福建艦服役後，法國媒體《費加羅報》的一篇報道曾引發了全球熱議。該媒體稱，其實11月5日當天服役的不只是福建艦，而且還同步服役了6艘不同型號的主力艦艇、7艘軍艦的總排水量高達17萬噸。按照法國媒體的說法，與福建艦一同入列的還有包括補給艦、驅逐艦等在內的多艘艦艇。當然了，法國媒體的說法並不一定非常準確，但是這確實也從側面可以說明法國對中方軍事裝備和技術發展的關注。說實話，法國海軍放眼全球，也算是一支能征慣戰、戰力較強的海上勁旅。法國海軍擁有戴高樂號航母、地平線級驅逐艦、阿基坦級護衛艦和外形科幻的拉法葉級護衛艦等。總的來說，法國海軍的艦隊性能先進、配置合理，戰力放眼歐洲也是數一數二的存在。不過，受限於國力和造船能力，法國海軍最大的不足就是艦隊規模太小。根據不完全統計，法國海軍艦艇總噸位甚至只有40萬噸上下，還不到大家印象之中已經衰落的俄羅斯海軍的一半，甚至比2戰戰敗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噸位還低得多。如果中國真的在1天之內就服役了17萬噸的艦艇，那就說明中國在1天之內就幾乎服役了半個法國海軍，實在是令人覺得嘆為觀止。費加羅報在報道中直言，自第2次世界大戰以來，還沒有一支艦隊能以如此驚人的速度發展。客觀上說，法國媒體的這種說法其實也沒什麼太大毛病。不僅如此，中國這樣的一支艦隊在作戰能力上，其實也絲毫不遜色於法國海軍。最強的福建艦可以搭載隱身戰機和重型艦載機，艦載機機隊的作戰能力遠超戴高樂號搭載的陣風 M 戰機機隊。055型大驅擁有強大的超視距打擊能力，可以在法國海軍的艦隊防禦體系之外從容發動進攻。以 052D 和055型為核心，中方艦隊還可以形成一個有力的防空網。這樣的一支艦隊可謂攻防兼備。放眼全球來看，除了美國海軍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海軍可以撼動這樣的艦隊。在未來的發展上，中國海軍也擁有極大的前景，甚至可以說是發展前景最好的海軍了。除了航母之外，中國海軍還發展了可以搭載電磁彈射裝置的076型兩棲攻擊艦。該艦不僅可以作為兩棲艦隊的打擊核心，而且還可以與航母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遠洋打擊艦隊。它本
身還可以搭載艦載無人機，充當無人機航母，甚至就連美國海軍都沒有同類星艦。而且中國還會持續研制服役新一代驅逐艦，在首批8艘055和20餘艘052D 服役後，中國必然會繼續採購後續的艦艇，後續的055和052D 的建造工作很有可能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另外，中國還在大力發展新一代補給艦、新型醫院船等，甚至海警艦隊也同樣處於高速發展的狀態。繼054B 前2艘服役之後，後續的艦艇或者在054B 基礎上發展的新一代護衛艦，也有可能已經在研制當中。因此，總的來看，中方海軍不僅實力雄厚，而且發展後勁巨大，未來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已經是指日可待。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